一夜之间，日本新增7000小岛，脸都不要了。外交部有言在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树军，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瞄准中俄韩，日本宣布新增7000岛屿，外交部有言在先。日本刚刚发布了7000个自己先前都不知道的岛屿，这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近的一篇报道的标题，看起来颇带喜感，但确实是事实。前不久，日本地理空间信息管理局的数字地图发现，日本领土上居然有14125个岛屿，与日本官方此前宣布的6852个岛屿相比，增加了足足1倍多。这样的发现让日本感到惊喜，于是他们立即宣布，日本新增了7000多个小岛。一夜之间新增7000小岛，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按照日本国土地理院的解释，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之前的岛屿总数还是30多年前统计的，当时的技术无法看到所有符合标准的岛屿，也经常会把小岛屿群错认为较大的单个岛屿，所以并不准确。第二，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火山爆发也会促成新岛屿的形成。第三，按照之前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些大型沙洲不会被认作岛屿，但现在它们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承认。日本方面的解释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你只要一看日本新增岛屿位置和具体信息，就会发现这就是针对中俄韩的一个赤裸裸的挑衅。相信大家应该都猜到了，日本与周边邻国之间有争议的岛屿都被列入到了这一次新增岛屿的名单之中。比如说俄罗斯控制的千岛群岛，或是韩国称为独岛的岛屿。当然，日本宣布新增岛屿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挑衅，尽管外界媒体报道日本这次新增岛屿的事情时，评价说是因为所有新发现的岛屿都靠近北海道、本州岛、四国岛和九州岛，日本领海并不会得到增加。但是他们忽视了岛屿增加带来的另一项权利，那就是专属经济区。这些所谓的岛屿确实不会增加日本的领海，但是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很容易就跟周边国家的海洋主张产生矛盾，这也相当于变相增加了日本的海洋权益。而为了达成这一目的，除了将争议岛屿划入地图之外，日本还将一些明显达不到岛屿标准的岛礁划入到岛屿之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冲绳鸟礁，它在涨潮时露出水面的面积不足10平方米，但却被日本指礁为岛，想借这个名义非法获取12海里的领海权和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的权益。对于日本这样的行径，我国外交部早就有言在先，日方为了一己之利，以弹丸之交非法主张近7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侵蚀国际海底区域，损害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这严重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日本的主张不会得到周边邻国的认可，更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如果日本还是改不掉自己那龌龊的心思，老把主意打到别国领土领海上，那么不好意思，解放军会让日本知道什么叫寸土必争，什么叫虽远必诛。好，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我们下期见。